欢迎来到主张王。本周的台中土地标案冲出72亿天价，相当于一坪280万，溢价74%，创下该区历史新高。是的，今天来聊台中的未来之星——水南经贸园区大开发。在1970年代之前，水南机场一直是空军运输部队的大本营。机场周围有逢甲大学、汉翔航太公司、中科院与侨光科大。随着台东都市发展扩张，水南机场逐渐被市区建筑包围。台中航空站升格为国际机场后，水南机场于2004年正式迁至清泉岗，随后停止营运。而后积极进行都市更新计划。2010年颁布了水南土地重划，其内容包括了生态住宅区、国际经贸园区、文化商业特区、中央生态公园、创新研究园区，并将部分土地转让中国医药大学及逢甲大学使用，并规划建设国际会展中心、美术馆、图书馆、台湾智慧塔、中台湾电影园区等建设。先来看水南智慧园区的扛棒建筑——台湾智慧营运塔。台湾智慧营运塔将会是此园区的核心办公营运中心。建筑设计采国际竞图，最后一次的竞图由波中巴克与刘培生建筑师事务所团队获首奖。来自法国的波中巴克是建筑界最高荣誉普利兹克奖得主。外观造型以折纸艺术做发想，整体设计白净典雅，并具备未来科技感。独特的菱形塔身与塔顶类似帆船的造型，又像白兔的双耳。一晚还会有红晕灯光，作为一个象征性的地标，很有辨识度。底下群楼部分就如同缎带。多重坡道的设计让动线更丰富。楼高262公尺，将成为台中最高地标。台中未来第二高将为台中之钻，目前在建中，高225公尺。中分头的造型元素有点类似。竞图中其他值得一提的作品，由中脉建筑张哲夫竹间建筑师团队设计。运用大量悬臂钢构及悬吊系统，呈现出利于结构的美感，与台中精密机械产业的印象相称。但以节能永续的角度考量的话，这种结构会是可怕的耗能怪兽，可能也是因为这样而错失桂冠。另外，更早期的竞图还有天马行空的建筑设计，由罗马尼亚的建筑师史蒂芬多林的漂浮的叶子，每片叶子用填充的氦气气囊将旅客送上去观景。这些建筑充满了 Cyberpunk 的未来科技风格，让人对未来的世界有更多的想象。但是如果盖出大而无用的建筑，之后的营运、维护费用相当可怕，缴税的老百姓可就倒大霉了。关于智慧营运塔的进度历程，早在2010年就举办了国际竞图，第一阶段由漂浮的叶子胜出，但以目前的材料力学结构太难实现，气囊所使用的氦气稀缺且昂贵。第二阶段则改由日本建筑师藤本壮介的空中绿洲胜出，建筑体巨大，但可使用空间极少，缺乏实用性。后来胡志强无法连任，空中绿洲建造计划随之终止。林佳龙上任后，重新举办国际竞图，但4年任期之中仍无动工。卢秀燕上任后，目前在进行内部规划，但也还没有确切的开工消息，所以关于智慧营运塔的施工期程，目前还无法说得准。接着是67公顷的中央公园，为园区内第一个完工的建设，采国际竞图方式，由法国景观建筑师
凯瑟琳·莫斯巴赫、瑞士建筑师菲利普·恩朗与刘培生建筑师事务所组成的团队夺得首奖。设计的中央公园看似平凡，其特别之处是透过250个气候侦测器调节公园内的微气候，利用机器将风引至地底，再透过地底的冷的环境把凉风送上来。这是一件未来概念的作品，因应全球气候变迁及回归自然为设计主轴，赢得评审的青睐。在马路上方设计了如同小山丘的大片天棚，让在其中游玩的旅客不会被马路切断流性。停车场上方建置的太阳能板，全区太阳能板达1万平方公尺，电力提供全区公园自给自足，余电还能转售台电。公园地下还有水资源回收中心，回收生活污水，预计接管21000住户，设计每日可处理18000吨生活污水，处理后能给中部科学园区使用。生活污水经处理后可以产生高达 80% 的回收率再生水，就如一座都市小水库。再来是园区土地转让给大专院校使用的部分，中间并有学术绿廊串接2校。中国医药大学取得园区内的16顷大面积土地，规划分3期建设，完成后校地规模可达逢甲大学的2/3。目前已完成第1期工程，其中有教学行政、研究大楼与学生宿舍。A1 创研大楼在墙面上开了孔，有人说像是荷鲁斯之眼，传说此眼能分辨善恶，捍卫健康。古埃及人甚至相信荷鲁斯之眼具有复活死者的力量。东侧 A3 学生宿舍圆润的黑白条纹相间，就像某个知名的玩具。这3栋建筑外观彼此缺乏搭配，就像各做各的事的感觉，稍微有点可惜。另外最受外界关注的是 B1 医学创新馆，邀请美国普利兹克奖得主法兰克·盖瑞设计。B2 多功能体育馆，邀请西班牙普利兹克奖得主RCR 设计。目前设计图仍未释出，未来有消息再更新给大家。其他校舍进度 A4 的国际医疗校园服务中心，目前筏式基础施工中，预计2023年11月完工。逢甲大学对于校地的规划是新建一座演讲厅共善楼，邀请日本建筑大师隈研吾设计，选择建低楼层建筑，屋顶选用绿色草坪覆盖，并运用玻璃落地窗引入光影变化，空间呈现令人觉得舒适。关于其他校地的建设计划，目前仍在规划中。再来谈文化设施，台中绿美图位于园区北段紧邻国际会展中心，是台中市立图书馆与美术馆的共构建筑。国际竞图由日本的妹岛和世与西泽立卫和刘培生建筑事务所团队获得首奖。妹岛和世与西泽立卫也是同样普利兹克奖得主。总共规划8栋高低变化的洁白光透方盒建物，每个方盒自由摆放，让之中的空间充满变化，动线不拘束且充满趣味。外层以白色金属网板呈现，营造出通透的透明感。内部空间挑高，能营造出场域的气派。工程进度方面，目前已经进行钢构主力，预计能在2022年完工。中台湾电影中心导演李安过去曾搭景拍摄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于是萌发推动中台湾电影推广园区计划，由于小兰建筑师事务所设计。
建筑外观选用金羽银的金属色调，屋顶上的广场与大台阶将会是举办活动的好空间。建筑外墙上的萤幕设计成影片胶卷造型，与电影有很鲜明的连结。工程于2019年2月开工，目前可以看到建筑主体已经全部完成，剩内部装修工程，预计2021年底完工。再来谈北区的门面建设，爱情桥位于园区北口，串接台中科学园区，跨越7市快速道路与国道1号，未来会有捷运黄线通过，造型就像巨大竖琴，在2020年1月完工通车。水南转运站，原先的水南转运站由于小兰建筑师事务所设计，可惜因评估未来客车运量将缩减而改变设计。转运层由市府自建，上层商办共购采 BOT， 目前正在细部设计与招商。水南国际会议展览中心由日本佐藤总和计划、台湾大壮联合建筑师事务所设计，设计概念为遮阴大树与树洞做发想，东侧为会议中心，西侧为展览馆，巨型的钢构弧面结构致密，看起来相当有气势。工程进度方面，现阶段进行钢构主力，总进度达 23%， 预计能在2023年完工。关于水南园区内的老住客，土地公庙，因位于园区内，属台中少数合法新建的土地公庙，考量日后将成为水南园区的重要一景，以国际学生竞读方式办理，参赛者来自9个国家，307件参选作品。结果由日本大阪市立大学借龙之介获得首奖，是全台第一座国际设计标的土地公庙。原版的设计中间还有清水设施，经过调整后，外形就像变化版的路思义教堂，或是神尊的披肩。期待这个作品能为台湾的公庙建筑带来新的思考。建设经费是非常吉利的8888万，也是全台最贵的土地公庙，稍微能猜想到未来的打卡盛况。建琴台碉堡，这座机舱碉堡是1940年由日军兴建，外形为吊钟形圆锥状的混凝土结构，将保留作为水南机场的历史回忆。目前水南智慧经贸园区附近有丰富的科技产业、学术资源，还有已建制成熟的7期重划区与未来可扩充的14期重划土地。以目前的可利用空地及发展格局来说，可说是风生水起，发展将无可限量。你买了吗？频道之后还会再更新水南智慧园区的进度，欢迎订阅、分享、留言讨论。我们下期见喽 ，See you。